Hello，各位，今天非常的不同寻常啊，因为我在下午2点多给大家录这段视频，终于把我们家的那个小宝宝给哄的同意了，他自己在那儿看 iPad，然后我呢抽个十几分钟吧下来。如果这期视频是完整的录下来了，那就证明呢我成功了如果说有意外的话，应该你们也看不到这一段了，我肯定就要重录了还有个有意思的事情，先跟大家去聊一聊我上一期聊天的视频穿的那件蓝色的衣服我感觉是注定没有办法去录这个正式的 iPhone 的节目为什么呢？就是一穿那个衣服，就一定有什么事情录不了。这不是上次给大家录了一个纯聊天，讲了讲为什么断更穿的是那件衣服。但其实呢，我录完那期视频之后，连着又录了2期我们瓜子泡茶系列，应该是录的这个锁定屏幕还有图标这种，就是比较简单的，录了2期，想着今明2天就可以有内容给大家看了。但是录完之后，当我发完这期聊天的节目，我反复的考量，我觉得后面那2期节目录的质量差强人意我个人不是太满意，所以就决定不发那今天给大家录这段视频，如果你们看到了，那我又是换了这一件衣服了这个是我不是故意发现的，是实在出现的太频繁，那就我觉得实在是很好玩，所以如果您是我的老观众，一直追着我的节目看呢，我们可以一起关注一下看看下次还会不会遇到某一期节目我是穿这件蓝色的衣服来去这个同品牌是吧？蓝色的那件来去给大家录正式的瓜子泡茶系列的节目。好，闲扯了2分钟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正题。今天我们是要聊专注模式的我特意把这个内容提前了，因为我希望它和 App 资源库连在一起，因为它们2个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连在一起呢，趁热打铁嘛会比较好。那我们就先温故而知新吧，复习一下前面一期的，但其实前面讲过的我不太会再赘述，而是我发现上一期讲 App 资源库的时候，有一些还蛮重要的设置里有的内容我没有给大家提到，所以今天呢开篇先给大家去补一补我们可以打开自己 iPhone 里面的设置，在设置当中你能够看到有一个设置项叫做主屏幕与 App 资源库，起码目前的iOS 17的版本是这样子的那么点进来之后呢，你会看到其实它里面的一些内容我认为都是和 App 资源库有关系的只是跟主屏幕有间接的关系。里面一共有3大类别大家应该是在这个界面里面有3大类别，一个叫做新下载的 App， 你到底是要选择添加到主屏幕还是仅 App 资源库？如果你现在方便的话，又对这个内容感兴趣，可以跟我一起打开你的 iPhone 去看一下这个设置那所谓的添加到主屏幕是默认的设置，这个就是我们说传统的那种管理 App 的方式。但是如果你听了我上期的讲 App 资源库的内容，你已经认可并希望去实践一种新的管理 App 的这个习惯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如果我再有新下载的 App， 我就没有必要把它放在主屏幕上了，因为我主屏幕的页数我该隐藏的已经隐藏了。那如果我再放到主屏幕上呢，无外乎是把已隐藏的里面再多一个东西，这个毫无意义那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在设置里面选择仅 App 资源库。那如果你这样选择的话呢，以后你新下载的 App 都不会再出现在主屏幕上了，而是只出现在 App 资源库里面，也就相当于在你主屏幕上直接隐藏，省着你自己在手动隐藏了你看，从这个设置里面，我们的这个新旧的习惯就成了一个很大的分水岭了。所以我为什么建议大家可以
有可能的话，尽量尝试一下这个新的习惯啊，因为这么多年下来，可以很清楚的预见到 iOS 的系统更新是一步一步的朝着新的习惯在带领用户前进的。那如果你到最后到它把旧的方式都给你删掉了，没法用的时候，你才迫不得已的把习惯转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非常痛苦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尝试这种新的习惯啊。所以默认的还是老的习惯添加到主屏幕，而新的习惯是仅 App 资源库这种方式。好，第二个选项叫做通知标记，这个开关我是打开的，它默认是不开的，也就是说 App 资源库里面是不会显示新的通知角标的。那我觉得，因为我比较依赖 App 资源库，我还是把它打开的。打开了之后，即便你在 App 资源库里面，但凡有哪一个 App 有新的未读通知，前提是你要开放它的角标的通知方式，你要把它打开啊。那么你就可以在 App 资源库当中看到相应的位置有角标出现了。最后一个呢是搜索，这个是默认打开的，叫做在主屏幕上显示。我记得这个功能应该是专门有一期节目的专题是讲搜索的，所以这边呢，我们先埋一个伏笔哈。那主屏幕上显示跟不显示，它的用意是说，你在主屏幕上是要显示那个页码呢，还是显示搜索2个字？所谓页码是什么？比如说我有三个主屏幕，那我的主屏幕的下方会有3个小圆圈，一个是实心的，2个是空心的。实心的代表我现在目前在第几页，那空心的代表我还有几页嘛，这个想大家都知道，这个就叫页码，但是这个不是官方的称呼啊，我没有看过说明书，不知道官方怎么叫，但是我个人把它叫做就是像就是页数一样的，对吧？第几页第几页。但如果你要是把在主屏幕上显示搜索这个功能打开，那就不显示页码了。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也是为了希望大家能够养成新的习惯。新的习惯就是使用 App 资源库跟使用搜索来去完成 App 的查找和启动，而不再通过主屏幕一页一页翻的方式了。那既然你已经隐藏了大部分的主屏幕的页面都是通过搜索和 App 资源库去启动 App 的话，那页码还有什么用呢？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设计思路是一以贯之的？那么如果你希望用最新的方式去操作你的 iPhone 的话，你的设置应该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啊，是这样子啊，下面2个开关全是开的，然后第一个呢，你是要选择第2个选项，就是仅 App 资源库。如果是这样选，那么你证明你的操作习惯已经完全转向下一个世代了。这个是给大家先补充一下上一几页 App 资源库我们没有聊到的内容啊。好，那今天这一节我们主要要跟大家聊专注模式的。专注模式呢，其实脱胎于勿扰模式。如果是 iPhone 的老用户的话，大家应该知道勿扰模式，就是原来我们在通知中心里面有一个小月亮那个开关如果你打开小月亮之后呢，电话就打不进来了，所有的通知都静音了。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还是有蛮多的顾客跑到我们店里来说，你看我现在这个手机打电话都没声音的。那我们拿到他的手机，第一个看什么呢？就是看他的手机的最上面那一条，就是显示电池和 WiFi 的那一条里面有没有一个小月亮。30%的顾客问这个问题，大概我毛估30%的顾客都是因为自己不当心在控制中心里面碰开了这个小月亮，也就是勿扰模式不当心被打开了，而自己根本不知道啥是勿扰模式。然后这种手机屏幕上给他的这种小的提示他也没注意其实应该是注意的，因为手机上有些奇怪的标志出来你应该会注意的，但是你知道的对吧？特别是老年人，什么奇怪的标志出来个大象他也看不见的，所以就完全不管它，然后我们拿开一看就知道了，扫一眼就知道了，就直接跟他说，你勿扰模式打开了，然后再去教他什么叫控制中心，什么叫勿扰模式，怎么样把它打开或关闭，然后很开心的走了所以我说，其实对于普通用户而言 ，Apple Store 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除非是很忙，实在是员工没有时间照顾到你，他只能尽快把你打引号的打发走。
但是其实也不是为了打发，那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在员工的眼中，他看到的是整家店的顾客，而在你的眼中，或者你作为一个顾客走到店里，其实你是从你个人的视角啊。当然了，这个不绝对。我觉得国内大部分的顾客都是以个人的视角在体验这家店，但是在国外，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你会发现很多的顾客他是会换位思考的。他进到这家店里，一看这家店里很忙，他自己的预期也会进行调整的。而且有意思的是，其实在中国，就是在我工作过的 Apple Store，也是就是比如说我们新品发布很忙的时候，你知道新品发布的时候，有很多真正的Apple 的用户，像我这样的 Apple 的用户，一般平时他是不会来的，可能只会在新品发布的时候，真的是有需求要买一个手机，而他觉得在线下去预约，直接店内取货是最方便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个时候来的用户呢，一般还都是挺好的吧，我只能这么说啊，或者说我不想用那个词啊，但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一下子就 get 到我想说的是什么，我还是用一下那个词吧，就是素质挺高的。就是因为你怎么会感觉到他素质高，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他会为你着想，所以其实最近几年的在国内的 Apple Store， 其实我以内部员工的身份，个人的观察来说，越忙的时候，其实你反而心不累，可能就是身体跑的次数多一点，手动的勤快一点啊，但其实心不累，因为那个时候的忙碌时期的新品发布时候的来的顾客，其实都是像你我这样子，对吧？就是他是懂一些东西的，就不太会说自己不当心碰到一个小月亮，然后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这种顾客一般忙的时候不太会来。那反而忙的时候，对我们来讲，其实工作体验还是挺好的。恰恰是到那种淡季了，就比如说到什么7、8月份，这种新品要发布还没发布，然后旧的产品还快要滞销，当然也不会滞销了，就是这种比较淡季的时候，容易遇到这样的一些顾客过来，就是反正这个是后话，稍后我们讲那个 Apple Store 的专题的时候，我再给大家讲这些故事吧。上一集因为跟大家去纯聊天了一期啊，所以这期那种聊天的氛围还没有转过来。好，我们讲这个，继续来聊这个专注模式啊。那专注模式是从勿扰模式更往上上了一步啊。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勿扰模式。现在勿扰模式还有，就是在专注模式里面，我们在控制中心里面还是能够看到这个小月亮的。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出来啊？那你看旁边这个小月亮，只不过它的名字已经不叫勿扰模式了，而是叫专注模式。但是你别直接点这个小月亮，你点专注模式这4个字。注意，这个圆圈的小月亮和专注模式这4个字都是可以点的。如果你点小月亮，它就直接打开勿扰模式了，因为这个小月亮它代表你最近打开的一种专注模式。在早的版本当中只有一个小月亮，你点哪儿都无所谓。但是为什么它名字改成专注模式了？如果你点专注模式这4个字，它会打开所有的专注模式。那比如说我现在打开一个工作的专注模式，我还没有设置。好，我马上把它按照默认的设置一下哈。然后我打开工作的专注模式，然后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我这个图标啊？它那个小月亮的位置就不是小月亮了，而是一个工牌。那这个时候如果我想关闭这个专注模式的话，我直接点这个圆圈的工牌，它就关闭了。关闭之后，你发现原来圆圈的小月亮也不是小月亮了，而是变成了小工牌。所以那个小月亮的位置，它显示的是你最近启用过的一个专注模式，而不一定是勿扰模式。勿扰模式现在是专注模式的其中一种。我们先知道这个啊。所以如果你要想看到所有的专注模式列表，你不要点那个小圆圈的图标，而是点后面的专注模式4个字。你点这4个字的话，它会直接把一个列表给你拉下来。那我这边是因为这个手机专门用来演示的，它有4个不同的这个默认的专注模式，分别是勿扰模式、工作模式、个人模式跟睡眠模式。
这4种是默认的。当然，你也需要去给它进行一定的修改哈，你才能够更好的使用它。那为什么要这么去改？因为在设计 iOS 更新的版本的时候，明显这个设计者啊，他希望 iPhone 能够更好的去应对不同人的不同使用场景。比如说你在工作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场景，你在睡觉的时候是一个场景，你在健身的时候是一个场景，你在娱乐的时候是一个场景。而这些场景我们需要这个手机对我们实现不同的状态啊，手机也变换不同的状态来匹配我们相应的场景。我来举个例子吧。现在我们能实现的是什么啊？比如说我原来在 Apple Store 上班的时候，我就在用这个功能。每次只要我一到公司，我的手机就知道通过位置啊，GPS 定位啊，知道我到公司了。因为我这个上班比较尴尬，它没有办法通过时间，因为我的上班跟下班时间都是不固定的嘛。大家知道零售业嘛，它是有早班、中班、晚班的，而像我们 Apple Store 也特别高级，每半个小时就有一个班，所以这种情况下，它完全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时间来去判断，他不知道我几点上班啊。但其实也能知道，因为大家还记得我讲日历的那一期嘛，我的班表其实都是放在我的日历里面的。所以 iPhone 会自动的去学习，这个日历一到这个时间点，我就到公司这个位置了。所以它其实是可以通过你的日历安排日程和你对应的位置，来精确的判断你什么时候在上班。那举个例子啊，如果说我是休息的时候，但是我就想到我们店的这个商场里面去请朋友吃个饭，那我只是到那儿吃个饭，那位置也在那个上班的地点，对吧？但是我不是上班时间，这个时候我的 iPhone 就不会给我自动打开工作模式。为什么？虽然我位置在那儿，但是我的日历安排里面今天这没有在上班的时间，还没到，所以它也不会给我自动的打开。所以 iPhone 的智能其实就是体现在所有的内置 App 之间的配合。我不是说第三方 App 不能这么精确的配合，而是很多的第三方的 App， 特别是国产的第三方 App， 它往往喜欢建立自己的一套系统，不愿意跟像 Apple 这样的大公司合作。其实 iOS 都是开放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各种那个怎么说呢，就叫开发包啊，就是你可以去跟系统这个功能去对接的，但其实很多 App 开发者他不愿意去对接，可能跟公司战略有关吧。因为作为一个 App 开发者来讲，他要面对的是不同的平台，比如他要考虑 Windows 平台，他要考虑安卓平台，他要考虑国外的这个安卓平台，要考虑国内的安卓平台，他还要考虑 iPhone， 所以这个遇到的问题比较多。所以其实对于 Apple 来讲，是特别喜欢推一些我专注在 iPhone 里面的，把 iPhone 的功能能够发挥的比较全的这样的一些 App。那我个人的经历来讲，还是推荐大家尽量的能用自带的内置 App 就用内置 App， 就像我刚才分享的那种智能的判断我是否上班一样。你看我作为一个零售业的从业者啊，上班的时间那么的乱，它还是能够准确的判断我什么时候是上班的。这就是全靠内置 App 之间的这个互相的通信，互相的打通它后面的资源，才能够得以实现。那它判断我只要是在上班的时间，我的 iPhone 就会自动的启用一个专注模式，叫做工作模式。而这个工作模式，只要我把它事先设置好，一进入到工作状态，我的手机就自动匹配我的工作状态。那我的工作状态会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的工作状态，如果怎么说呢？我在工作的时候打开我的手机，解锁进入到主屏幕，这个主屏幕只要在工作时间啊，我这个主屏幕上面显示的一些 App 都是我工作的时候要用到的 App， 而那些娱乐的 App 跟工作无关的 App 就不会显示在主屏幕上面。当然那个 App 资源库还是有的啊，所以它是可以帮你自定义满屏的一屏主屏幕的。那其次呢，我工作的时候，像一些非同事的好朋友，他的电话打进来全是拒绝的，而同事啊、经理、老板的电话全都是可以叮铃铃响铃的。那就类似于这个，我想大家就知道这意思就好了。你可以设置的更加的细节啊。
那同样的，我睡觉的时候也一样，我就不再举这个例子了。那通过这个案例，大家就可以明白，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一天当中有不同的场景，甚至在一周当中，你会有2、3次遇到同样的一个场景。比如说我一周健身2次，那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健身模式。那它怎么去判断你是否在健身呢？如果你有 Apple Watch 的话，只要你在 Apple Watch 上启动任何一个体能训练，我们的 iPhone 和 Apple Watch 就会自动的进入到健身模式。那你可以想一想，你健身的时候，你希望拒绝哪些通话？你不希望拒绝哪些通话？你希望显示哪些 App？ 你希望不显示哪些 App？ 都可以去自定义了。那用好这个功能，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把 iPhone 的功能发挥出来，而更多的是会有一种情感的表达，大家觉得吗？就是一旦 iPhone 它智能到这种程度，你比如说我每天打卡上班的时候，我一上班，我到这之前看手机还是满屏的，就是什么购物软件、娱乐软件的。我一到公司，啪，再一开机，全是工作软件。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他是你的好朋友，他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坨金属跟玻璃的整合体了。就是这种情感的温度，其实你是可以通过软件和系统的设计来带给用户的。当然，我做这个节目的目的也是希望我的用户都能够知道这些功能，用起来，去感受这种温度啊。那这个有点上价值了啊。所以我想聊到这儿，大家应该知道勿扰模式和专注模式的差别是什么了。但是呢，我具体没有讲一些细节的操作啊，因为咱们上边开篇的时候不是聊了点别的嘛，所以我看了一下时间，20多分钟，我想呢，专注模式我们先聊到这儿，我再开一期，主要给大家去聊一聊，在设置上你应该怎么样去设置，有哪些功能，你是可以自定义的。好，那我们今天这期先聊这么多，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我们明天再见。